当牙齿缺失时，究竟该选择植牙还是牙桥？别以为一定是植牙比较好。今天我们就要揭开牙医师不轻易透露的秘密。原来在拔牙与植牙这件事上，藏着3件不可不知的真相。如果你正考虑拔牙或植牙，千万别急着做决定，看完这集再说。或许你现在满口牙齿健全，觉得缺牙的问题离自己很远，但资料显示，几乎每个人年纪大了都难免掉牙。根据卫生单位的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中，有 11% 是全口无牙，大约相当于50万名老人，一颗真牙都不剩。而且75岁以上长者平均也只剩15颗左右的自然牙，相当于半口牙而已。由此可见，缺牙其实是许多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那么少掉1-2颗牙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有些人觉得后面大牙掉了，反正不影响外观，吃东西还凑合，就懒得去补。可牙科医师严正警告，缺牙若置之不理，长期下来影响的不只是吃饭而已。我们就先从缺牙可能带来的可怕连锁反应说起。首先是骨头和牙齿的位置改变，失去牙根支撑的地方，牙槽骨，也就是承托牙根的颚骨，会开始萎缩下陷，就好比房子失去了地基。接着，缺牙前后邻近的牙齿因失去依靠，也可能慢慢向空隙倾斜，像土石流般一颗颗倒向缺牙的空洞。到最后，不仅缺牙的位置难以修复，两边原本健康的牙齿位置也跑掉，整排咬合关系都乱了套。其次，缺牙也会增加蛀牙与牙周病的风险。牙齿倾倒移位后，牙缝变大，吃东西时残渣更容易卡在缝里，清洁起来也比较困难。长期下来，残留的食物滋生细菌，可能先造成邻近牙齿蛀牙，甚至引发牙龈发炎、牙周病，让本来健康的牙齿也跟着出问题。还有脸型与关节的改变，一些人缺牙后会习惯性只用单侧咀嚼，刻意避开缺牙的那一边。日子一久，常用的那一侧咀嚼肌越用越发达，另一侧却因闲置而萎缩，久而久之，两边脸就大小不一。长期单边用力也可能伤害下颚关节，出现嘴巴开合时的疼痛或关节异常声响。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咀嚼功能下降还可能影响全身健康，食物没有被充分咬碎就吞下肚，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胀气，甚至因吸收不良而引发营养问题与便秘。而缺乏足够的咀嚼刺激，连大脑都可能跟着受牵连。有研究指出，长期咀嚼不足的长者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更高。科学家推测，这是因为咬合时下颚的运动能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和神经反应，一旦失去这种刺激，大脑可能加速退化。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因缺牙不补而吃亏。我有一位长辈李伯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中年时因蛀牙拔掉了一颗大臼齿，当时觉得少一颗牙无伤大雅，就一直没有装假牙。结果10年不到，他发现邻近牙开始歪斜，原本紧密的牙缝变大，每次吃完东西都塞得到处是残渣，更难清洁。因为长期只用另一侧咀嚼，他惯用的那边牙齿过度磨耗，颜面也有些不对称。最后，李伯伯不得不花一大笔钱处理多颗牙齿问题，不仅遭了更多罪，也很懊悔当初没有及早补牙。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少一颗牙都会造成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随便拔牙可能带来的一连串后果。因此，拔牙必须是非常谨慎的决定。如果有方法可以保住原本的牙齿，千万不要轻易拔除。正如有经验的牙医师所强调的，自然牙的价值无可取代，能留就留。举例来说，有些严重蛀牙或牙髓感染的病例，其实可以透过根管治疗和牙冠重建来挽救牙齿。尽管疗程繁复，需要耗费时间，但为了保住一颗真牙，是值得的投资。不要一听到牙齿有问题，就贸然要求拔掉重种。我的朋友小张就曾遇到类似情况，当时他一颗大臼齿剧痛，第一位医生检查后建议直接拔掉改植牙，让他又惊又怕。小张犹豫之下又寻求另一位牙医的意见，第二位医师仔细评估后认为这颗牙还能抢救，便替他做了根管治疗含齿冠修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张的牙痛解除了，那颗牙也保住了。2年过去了，他的真牙依然好好留在口中，
咀嚼功能完全正常。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冲动的拔牙植牙。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牙齿还有一线生机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别太快放弃自己的牙齿。只有当牙齿的损害严重到无法挽回，拔牙才应作为最后的手段。如果牙齿真的不得不拔掉，缺牙又该如何补救呢？目前常见的固定假牙方案主要有2种，一种是牙桥，另一种则是植牙。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植牙和牙桥这2种固定假牙，其实还有更传统的活动假牙，也称可摘式假牙，可供缺牙者选择。活动假牙就是可以自行摘戴的假牙，一般以金属挂钩或吸附的方式固定在邻近牙齿上。它的优点是价格相对低廉，制作也比较简单，不需要磨小邻牙或进行手术。但缺点是体积较大，异物感明显，咀嚼效率较差。刚开始戴的人可能会觉得讲话含糊不清，吃东西也不够方便，往往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很多长辈一开始戴活动假牙都很不习惯，需要反复调整才能勉强使用。有些人甚至因为担心假牙松脱而不敢大笑或啃硬物。此外，活动假牙只能暂时填补空缺，并不能防止牙槽骨萎缩，长期下来，缺牙区的骨头还是会慢慢减少。所以现在多数缺牙患者如果条件许可，还是会希望能装上更稳固舒适的固定假牙，也就是牙桥或植牙，以恢复接近自然牙的使用感。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比较固定假牙的2大方案，即牙桥和植牙。牙桥顾名思义，就像架桥一样跨过缺牙的空隙，医生会将缺牙2侧相邻的健康牙齿磨小，作为桥墩支柱，然后制作一个连着3颗假牙的牙桥套上去，将空缺填补起来。牙桥的好处是不用动手术，疗程较快，通常在拔牙伤口愈合后几周至1-2个月内就能完成，而且费用通常也比植牙低一些。但是牙桥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为了装桥，必须牺牲2旁原本健康的牙齿，把它们削小来充当支柱，等于伤了2颗好牙。其次，由于牙桥是3颗假牙连成一体，清洁起来比单颗牙繁琐许多，必须使用穿线器将牙线带过桥底清理，不然桥墩牙齿很容易蛀牙或牙周发炎。再来，牙桥的咬合力较弱，承受太硬的食物可能损坏桥体，而且因为缺牙处下方没有牙根，牙槽骨仍会持续流失，时间久了，牙床萎缩可能让假牙和牙龈间出现缝隙，藏污纳垢又影响美观。一般牙桥的使用寿命约10年左右，到了年限可能就需要更换。如果桥墩牙其中一颗出了问题，例如严重蛀坏或松动，那整座牙桥就报销了，往往还得连带处理邻近牙，一不小心就会损失更多牙齿。现实中，不同的人在牙桥和植牙之间也各有合适的选择。我认识的一对老夫妻，太太选择了植牙，而先生则选择了牙桥，结果2人都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太太林阿姨原本缺的是左下的一颗大臼齿，由于她相邻的2颗牙之前已有大面积填补，状况并不适合作为桥墩，所以牙医建议她以植牙修复。林阿姨一开始害怕手术，但在医师细心讲解和舒眠麻醉的帮助下，植牙过程比想象中顺利。术后恢复期间，她也严格遵照指示保养伤口，很快就装上了永久牙冠。现在她觉得这颗植牙和真牙几乎没有差别，吃东西很放心。而她的先生则因为害怕开刀，加上缺牙2侧本来就各有一颗旧牙冠需要更换，于是牙医为他采用了牙桥方案，把那2颗旧牙重磨修形，换上一组3连贯桥体，一次解决3颗牙的问题。先生很开心，不用动刀，几周内就重新拥有了完整的牙列。从这对夫妻的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植牙还是牙桥，只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案，都能成功修复缺牙。重点在于专业评估和个人需求，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另外，当缺牙数量较多时，牙桥往往无能为力。例如，连续缺了3颗以上的牙，因缺牙间距太长，已经没有足够健康牙齿可以当桥墩支撑桥体了。这种情况下，通常只能考虑植入多颗植体来重建，或改用活动假牙。因此，植牙的适用范围更广，可以处理从单颗缺牙到全口无牙的各种状况。
而牙桥多半只能用于少数几颗牙的缺失修复。说到植牙，这可是近几十年来牙科医学的一大革命成果。过去缺牙主要靠活动假牙或固定牙桥来解决，而人类很早就尝试把各种东西植入牙床来填补缺牙空缺。在考古发掘的古代颚骨中，曾经发现以贝壳、玉石甚至动物骨骼充当牙齿植入的案例。然而，由于无法和人体骨骼真正结合，那些原始尝试多半以失败告终。一直到1965年，瑞典牙医布朗马克教授意外发现钛金属具有极佳的生物相容性，能与活骨紧密融合。他在患者的下颚骨内植入钛制螺丝作为实验，几个月后发现这枚螺丝竟与骨头牢牢结合，几乎拔不出来。就这样，现代植牙技术正式拉开序幕。经过数十年的改良，如今的植牙系统已非常成熟稳定，被誉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不过再厉害的技术都有局限，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看看植牙的原理以及它的优缺点。简单说，植牙就是在缺牙的位置直接种入一支人工牙根，医生会在牙槽骨钻一个洞，植入一根钛合金制成的螺丝状质体作为牙根，埋在骨头里。质体与骨头结合稳固后，医生再在质体上安装一颗牙冠，一颗新的假牙就此诞生。整个植牙的过程有点像在牙龈底下先打桩筑基，再在上方盖起牙齿的小房子。植牙的优点相当明显，由于不需要依附邻牙，周围的好牙无需被磨小，得以完整保留。质体和骨头紧密结合后非常牢固，咬合力几乎可以和真牙媲美，让你恢复正常咀嚼，不必过度忌口。再加上骨头里有了人工牙根支撑，牙槽骨得到适当刺激，不会像缺牙空着时那样快速萎缩，还能预防脸颊凹陷下沉。清洁保养方面，植牙就跟真牙一样独立存在，每天刷牙，用牙线照常进行即可，不像牙桥那样有桥体的死角需要特别照顾。听起来植牙是不是很完美？然而，植牙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首先，植牙是一项外科手术，需要在牙床上钻孔并将金属质体锁入骨内，这个过程谈不上轻松。好消息是，手术时会施打麻醉，过程中的痛楚其实不大，多数病人反映植牙当下的感觉和补牙差不多。对于极度害怕手术的患者，现代牙科也提供舒眠麻醉等选项，让人在近似睡眠的状态下完成植牙，大幅降低心理压力。尽管如此，术后仍然会有几天伤口肿胀不适，需要时间休养调整。除了需要开刀，植牙还得耗费较长的疗程时间，从拔牙、植入人工牙根，再等待骨头愈合稳定，最后安装牙冠，整个过程少则3-4个月，长则半年到1年。在这段等待期间，如果缺的是门牙，医师通常会装上临时假牙来维持美观与基本咀嚼功能。再者，植牙的费用通常比牙桥昂贵，一颗植牙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元不等，视植体品牌和手术难度而定。若骨头条件不足，还需要额外进行补骨、上颚窦提升等处理，费用和疗程时间也都会进一步增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植牙或能立即植牙。植牙前牙医师通常会先评估全身健康状况和口腔条件，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延后，甚至不建议植牙。哪几种人植牙风险特别高呢？总结专家意见，以下5种情况的患者在考虑植牙时一定要格外谨慎。第一，糖尿病控制不佳的患者，血糖过高会严重影响伤口愈合。如果糖尿病长期未控制好，植牙伤口容易感染，骨头也不易长牢，失败率大增。这并不代表糖尿病患者永远不能植牙，但一定要先将血糖控制在稳定范围，在医师评估风险降低后才能进行手术，否则血糖居高不下就贸然植牙，等同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第二，高血压患者或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人，特别是长期服用抗凝血剂，也就是俗称薄血药的朋友，由于植牙需要手术钻骨，过程中难免出血，这类患者就需要格外当心。通常牙医会和内科医师协调，请患者在植牙前暂时停用某些药物，并将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若高血压迟迟未受控就进行植牙，血压骤升可能导致手术中发生危险。
这种情况下，宁可延后治疗或先采用其他假牙方式过渡，避免发生意外。第三，口腔卫生不佳或有严重牙周病的人，植牙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口腔环境。如果嘴里细菌很多，牙周病严重，未治疗就植牙，新植入的人工牙根很可能很快就被感染而松动。一般会建议患者先将牙周病治疗控制好，确保口腔清洁达到一定水准，再进行植牙。不爱刷牙、牙菌斑堆积的人，如果不改善习惯，就算勉强植牙，恐怕也难以长久稳定的使用下去。第四，患有严重骨质疏松或正在接受某些特殊药物治疗的患者。骨质疏松表示骨头密度低，愈合能力差。如果又在服用治疗骨松的药物，例如双磷酸盐类药品，在进行植牙手术时就有较高风险发生颌骨骨坏死等并发症。另外，如果患者正接受头颈部的放射治疗或癌症化疗，也不宜在疗程中植牙，应当等疗程结束、身体恢复后再考虑牙齿重建计划。第五，年龄太小或处于特殊生理状态的患者，一般而言，颚骨尚未发育完成的年轻族群，也就是未满18岁的年轻人，暂不适合植牙，因为随着成长，牙齿排列和颌骨形态还可能改变，过早植牙恐影响未来的发育。还有，孕妇通常会建议延后植牙，把治疗安排在产后较安全。至于有其他重大全身疾病或免疫系统问题的患者，也需要审慎评估植牙的必要性和安全性，这些都要与牙医师充分讨论后再决定。介绍完患者本身的条件，我们再来谈谈植牙手术本身有哪些不能说的秘密。不少宣传都强调植牙如何长久耐用，甚至号称可以终身使用。但牙医师要提醒大家，植牙虽然是不会蛀牙的假牙，但它可能会得到一种名为植体周围炎的毛病。简单来说，如果术后口腔清洁没有做好，细菌一样会在植体周围附着滋生，让植体周围的牙龈组织含底下的骨头发炎受损，最终支撑植体的骨头不断流失，导致植牙开始松动脱落。更麻烦的是，一开始发生植体周围炎时，患者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植体不像真牙有神经，不会疼痛。但等到你发觉植牙变得摇晃，咬东西使不上劲时，恐怕为时已晚。这颗耗费许多心血与金钱的新牙可能已经保不住了。有研究统计，植牙5年以上的患者中，约有20%出现不同程度的植体周围炎。如果平时没有认真维护口腔卫生，这个比例还会更高。门诊中也常见植牙后因忽略保养而导致问题的案例。有位40多岁的患者在上颚缺牙处植入了2根植体，本来恢复得很好，但之后竟有3年都没回诊检查，也很少使用牙线清洁植体。等到他觉得牙龈肿痛再回医院时， X 光片显示那2根植体周围的骨头已被细菌侵蚀掉一大圈。我们赶紧替他进行深度清创和药物治疗，总算暂时稳住了植体。但我也明白告诫这位先生，如果再不改变清洁习惯，下一次植牙恐怕就没那么幸运能保住了。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凸显的就是一个观念，植牙并非种下去就万事大吉，它需要持续终身的照护，稍有懈怠就可能前功尽弃。此外，植牙的人工构件经年累月使用，也可能出现一些磨损或机械上的问题，比如连接植体和牙冠的锁螺丝可能会因长期的咬合震动而松动，假牙的陶瓷牙冠用久了也可能崩裂或磨耗。这些问题都需要透过定期检查，及早发现，让牙医师帮忙调整、紧固或更换新的牙冠。只有把植牙当真牙，甚至比真牙更爱惜，定期保养维修，它才能真的陪伴我们长长久久。因此，就算是昂贵的植牙，也绝非一劳永逸。植牙装上之后，更要把它当作真牙一样悉心呵护，每天确实刷牙，使用牙线或其他辅助清洁工具来维持口腔卫生，并且定期回诊检查追踪。通常建议每半年左右就回牙科检查一次，顺便洗牙清除牙结石，监测植体周围的骨头和牙龈健康。如果早期出现轻微的发炎征兆，也能及时处理，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许多人刚植牙时还很勤快的保养，但随着时间过去，渐渐松懈下来，好几年都不去做检查。
一旦出了状况，往往就是大问题。这些术后的保养责任主要落在患者自己身上。有些诊所为了强调植牙的便利，可能不会把失败风险讲得太满，但我们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享受植牙带来的方便时，别忘了勤于保养，才能让这颗假牙长久地为我们服务。最后，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近期常被提起的两个名词：即拔即种和速定植牙。即拔即种，顾名思义，就是拔牙的同时立即植牙。在传统流程中，拔牙后通常要等待数月，让伤口愈合，骨头长好，再进行植牙。而即拔即种，则是在拔牙的当下，就把植体放入拔牙的伤口中，一步到位完成拔牙加植牙。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手术次数，少挨一刀，同时由于植体马上填补了空缺，还能减少牙槽骨萎缩的程度。当然，即刻植牙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包括拔掉的牙位不能有严重感染或脓肿，骨头的量和品质也要足以让植体稳固。医师会在术前透过 X 光或3维断层扫描评估骨头条件，确认适合即刻植牙才会这样做。如果遇到发炎严重的拔牙伤口，通常还是乖乖让伤口愈合，清除干净感染源，再按部就班植牙比较保险。至于速定植牙，指的就是立即负重植牙，也就是在植体植入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有时甚至当天就装上临时假牙开始使用。换句话说，患者几乎不需要经历缺牙的尴尬期，就能立刻有牙齿可用。这听起来很诱人，特别是门牙缺牙时，谁都希望拔牙当下就装上新牙，不影响外观和日常生活。速定植牙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达成，但也有前提，植体必须在植入时获得足够的初期稳定，也就是说，牙根要锁得很紧，不会晃动，才能马上承受咬合力。否则，植体还没牢牢长稳就提前负重，很可能因细微的动摇干扰骨整合，导致植牙失败。因此，多数情况下，牙医会视个案情形决定是否即刻给予临时假牙。如果条件允许，患者当然可以享受立即有牙用的便利，但若条件不佳，则宁可让植体在齿槽骨里沉睡几个月，等完全愈合后再装上假牙。虽然需要多点耐心，成功率也会比较高。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全口无牙的患者，近年也发展出1天内重建全口牙齿的疗法。例如知名的凹拢式技术，就是在上颚或下颚各植入4根植体，当天就能固定安装一整排义齿，让全口无牙的长者也能即刻恢复咀嚼功能。不过，这类快速重建属于大型植牙手术，对医师的设计和患者的骨条件要求很高，并非人人都适合。术前必须详细评估风险与收益，千万不要盲目相信广告宣称的一日有牙，而忽略了长期的安全和稳定。总而言之，面对植牙与牙桥的选择，我们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或冲动跟风，而是要充分了解自身的状况后再做决定。拔牙前务必谨记3大重点。第一，能不拔就不拔，保住自然牙永远是最优先的选项。第二，若不得不拔，一定要弄清楚植牙和牙桥的差异，权衡利弊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别让荷包和健康白白受损。第三，假如选择了植牙，就要有长期保养的自觉，术前术后该注意的事项都不能马虎，按时回诊检查，维持口腔卫生，才能确保植牙长久稳固。现代牙科技术确实进步神速，植牙是相当令人惊艳的发明，但再昂贵精密的人工装置也比不上与生俱来的天然牙齿。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守护每一颗属于自己的真牙。当不得不与真牙道别时，也请记得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和值得信赖的牙医师好好讨论，选出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式。希望这些揭开的秘辛能帮助大家在面对植牙抉择时做出聪明理性的决定，让每一颗牙齿都能陪伴你开怀大笑。